一把刀子猛地从后面捅进我的肚子。我低头看到肚子中间带血的刀剑，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被老婆戴了绿帽子了。情夫嚣张地抽出刀，狞笑着看着我。此刻我的老婆却坐在床上，裹着床单嘲讽我：别怪我，陈晓，现在可是末日。我死死盯着这对狗男女，视线扫过凌乱的床铺，那是我和林小云的婚床，她的内衣落在赵磊脚边，黑色蕾丝还是我送给她的礼物。小云说的对，你这套江景房不错，还有你囤的那些物资，够我们撑好一阵子了。暴雨已经连续下了7天，整个城市被洪水吞没大半。我凭着从小养成的危机意识，提前3个月就开始囤积物资，我以为是为我们准备的未来，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催命符。为什么？知道吗？你每次加班回来给我带宵夜的样子，真是傻得可怜。我和磊哥早就在一起了，你那点死工资还不够给我买个包。他呼吸中还带着赵磊的烟味。你猜猜，你加班的3个月，我们在这做了多少次？跟他说这么多干嘛？赶紧处理了，水位又涨了。林小云起身，从我口袋里掏出钥匙串，挑出其中一把，那是我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钥匙，里面存放着我真正的大批物资。谢啦，老实人。我用尽最后力气抓住他的脚踝，却被狠狠甩开，两人头也不回地离开。在我闭眼之前，我听到赵磊调笑的声音：今晚水位涨上来，咱们在阳台试试，刺激。我不甘心，我喉咙里发干，眼前一片漆黑。若是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当我彻底陷入黑暗时，时钟突然倒转，时间回到了末日前。陈晓，你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林小云尖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猛地睁开眼，此刻我正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刚付款成功的订单：50箱压缩饼干，30箱罐头，20箱饮用水。茶几上摆着我和林小云的婚纱照。我问你话呢。林小云踩着高跟鞋走到我面前，一把抢过手机。你是不是疯了？买这么多垃圾食品干嘛？家里都快堆不下了。我愣愣地看着她，眼前的林小云妆容精致，穿着我上个月刚送她的连衣裙，脖子上还戴着我省吃俭用3个月买的项链，领口处还能看到一抹淡红色的痕迹，吻痕。今天是几号？我声音沙哑。你睡糊涂了。林小云翻了个白眼，拉了拉领口。10月18号啊，我警告你，赶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退了，看着就烦。10月18号，我心脏狂跳。距离那场持续3个月淹没整个陆地的暴雨还有45天，我重生了，重生回被背叛和被杀害的1个半月前。就在这时，我眼前突然闪过一道蓝光，一个半透明的系统面板浮现在视野中，面板中央是一艘简陋的木筏，旁边有个小小的仓库图标。末日邮轮系统已激活，检测到玩家强烈的生存意志，系统绑定成功，距离末日暴雨降临剩余45天。初始船只小木筏可升级，当前任务收集物资，升级船只，满级可解锁海洋霸主号超级邮轮，配备完整生存设施。我揉了揉眼睛，这不是幻觉，我真的重生了，还有了金手指，而这对狗男女却对末日毫不知情。问你话呢，发什么呆？林小云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我抬眼看向她，林小云被我盯得心里发毛。问你话呢，发什么呆？没什么，我扯了扯嘴角，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我拿回手机，不仅没有取消订单，反而又下单了一批药品和净水设备。你疯了吧？林小云尖叫起来。这个月房贷还没还呢，你哪来的钱？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对了，你昨天说晚上要和闺蜜去逛街。林小云眼神闪烁。对啊，怎么了？哪个闺蜜？王倩、李丽？我步步紧逼。还是你的私人健身教练赵磊？林小云脸色瞬间煞白。你胡说什么？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我走到她面前，伸手捏住她的下巴。林小云，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坦白，我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点。你放开我！林小云挣扎起来。你神经病啊！我要离婚。离婚？我笑了。好啊，现在就滚。林小云愣住了，她本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跪下求她别走，没想到我这么干脆。滚就滚。她抓起包包走到门口又回头。你别后悔，到时候求我都不回来。放心。我靠在墙边冷笑。我永远都不会求你。门被狠狠摔上，我走到窗边，看着林小云踩着高跟鞋气冲冲地走向小区门口，街角停着一辆熟悉的黑色越野车，赵磊的车。林小云上车后，两人立刻拥吻在一起，赵磊的手从她肩膀滑到胸口，动作熟练。我面无表情地拉上窗帘，打开系统面板，研究起这个末日邮轮系统。但最让我心动的是系统的另一个提示：
船只达到一定等级后，可授予他人登船权限。这意味着我不仅能自己活下去，还能选择带上谁。上辈子临死前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林小云的背叛，赵磊的刀子，冰冷的水淹过口鼻。这一次，我要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我这套江景房还有80万贷款，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是全额付款，市价约300万。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房产中介的电话。对，急售，价格可以低10%，条件是你1周内帮我出手。挂断电话后，我又申请了多张信用卡，套现出所有可用额度，加上存款和即将到账的卖房款，我手头能调动近500万资金。但这还不够，想要建造一艘能在末日生存的超级游轮，需要海量物资和升级点数。我看着系统里那艘小木筏，要在45天内打造一艘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而第一件事就是囤货。林小云果然没回来，我乐得清静，租了一辆货车，直接去了城郊最大的批发市场。这里没有市中心的超市那么醒目，大宗采购也不容易引起怀疑。老板，大米什么价？我走进一家粮油批发店，东北珍珠米3块8一斤，你要多少？先来5吨。柜台后面一个正在喝茶的中年男人差点呛到了。多少？5吨。我面不改色，公司发福利，员工多。好嘞，我这就给您装车。老板眼睛都亮了，送货到什么地方？不用送，我有车。我租的那辆厢式货车就停在市场外。老板叫来几个工人，开始往车上搬货。趁着装车的功夫，我去调料区转转。刚走到隔壁，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这位老板需要调料吗？我家货最全。我回头微微一愣，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35、6岁的女人，穿着一身套裙，上面是深 V， 底下是包臀短裙，裙摆刚好在膝盖上方，露出2条笔直白皙的小腿。那件衬衣领口处若隐若现，明艳大气的长相，一头大波浪卷发披在肩头，正笑意盈盈地看向我，还带着打量。我了一声，点点头，看一看。走进他的店铺，货架整齐，各种调料琳琅满目。老板第一次来这边采购吧？看着面生呀。他跟在我身侧，肩膀若有若无地碰撞我。我叫苏曼，这家店是我的。我目光扫过货架，盐、糖、酱油、醋、料酒，各种酱料，基础款的，每样先来50箱。苏曼眼睛睁大，笑得越发灿烂了。老板真是大手笔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您这是末日囤货呢。我抬头看他，他连忙打着哈哈说：开玩笑，最近看这种小说看多了，您继续选，不用管我。我不多解释，继续挑选具体的品类和数量。他一边记录，一边和我闲聊。你看这么年轻就负责这么大规模的采购，真挺能干的。我们店和很多大企业、食堂、连锁、餐饮都有合作，品质绝对有保障，而且价格好商量。说到这儿，他微微侧头，对我眨了一下眼睛。只要品质高，价格不是问题。我平静地回答，这批调料花费不小，为了经验值，值得。行，我都要了。我接过名片，揣进口袋，和前面的一起算，尽快装车。没问题。苏曼立刻招呼工人，赶紧的，给老板清单装车，仔细点。1个小时后，调料全部装车完毕。可惜我现在没心情与他调笑。3个小时后，我载着大米和调料去了一处偏僻的街道。停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实验收纳功能。我的手放在一袋大米上，就听到系统说：检测到物资是否存入仓库。是。大米一闪，整袋消失。仓库图标旁出现的数字1/1000，经验值从0变成了50。有用。我精神大振，开始疯狂收物资。大米、面粉、食用油，各种调料，一箱箱消失，仓库容量上涨，经验值跳动。最后一袋盐收进仓库。系统提示音响起，物资品类调味料已解锁，经验值加100，当前经验值1000分之780，还差220点。我看看时间，下午3点，批发市场5点关门，还来得及。我返回批发市场，直奔医疗用品区，急救包、抗生素、感冒药、止痛药、消毒用品，我每种都拿了不少。结账时还看到了苏曼，苏曼一脸诧异地盯着我，我却没心思与他打招呼，递过信用卡。这一单花了我5万多，但是很值得。这些医疗物资收进系统后，经验值直接暴涨。物资品类医疗用品已解锁，经验值加100，当前经验值1000分之1120，经验值已满。船只升级，面板中央的小木筏开始发光，破木筏变成了木质小船。升级完成，当前船只升级木筏，仓库容量5000千克，下一级所需经验5000分之0，新功能解锁，物资分类系统。我长呼了一口气，升级完成，但看着下一级需要5000经验，不行，我得抓紧了。接下来1周，我进入疯狂囤货模式，每天普亮就出门，深夜才回来。信用卡刷爆，老房子地下室堆满了，还没来得及送入系统的物资。
林小云期间回来过2次，都是趁我不再来拿她的衣服和化妆品。我们没有联系。我查了查账户，手头还有420万。我不敢停歇，去了全市最大的户外用品店。老板，我要军用净水器、柴油发电机、便携式太阳能板，还有潜水装备。老板眼睛越来越大，您这是准备要组探险队啊？对啊，有没有现货？我笑了笑，有些有，有些要调货。不过你要这么多，资金这方面……他搓了搓手，我亮出银行卡。全款。老板咽了口唾沫，您稍等。2个小时后，我带着满满一货车的装备回到老房子，这些高级物资收进系统，经验值像做了火箭一样往上窜。检测到高级物资军用净水器，经验值加200；检测到高级物资柴油发电机，经验值加300；物资品类户外装备已解锁，经验值加100。当前经验值5000分之3850，还差1150点。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时间越来越紧了。接下来1周，我进入疯狂囤货模式，每天扑浪就出门，深夜才回来。信用卡刷爆，老房子地下室堆满了，还没来得及送入系统的物资。林小云期间回来过2次，都是趁我不再来拿她的衣服和化妆品。我们没有联系。我查了查账户，手头还有420万。我不敢停歇，去了全市最大的户外用品店。老板，我要军用净水器、柴油发电机、便携式太阳能板，还有潜水装备。老板眼睛越来越大，您这是准备要组探险队啊？对啊，有没有现货？我笑了笑，有些有，有些要调货。不过你要这么多，资金这方面……他搓了搓手，我亮出银行卡。全款。老板咽了口唾沫，您稍等。2个小时后，我带着满满一货车的装备回到老房子，这些高级物资收进系统，经验值像做了火箭一样往上窜。检测到高级物资军用净水器，经验值加200；检测到高级物资柴油发电机，经验值加300；物资品类户外装备已解锁，经验值加100。当前经验值5000分之3850，还差1150点。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时间越来越紧了。当天晚上，我难得回了一趟家，一进门就看见林小云坐在沙发上，脸色不太好看。你还知道回来啊？这是我的房子，倒是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什么时候去办手续？陈晓，我们谈谈。谈什么？我知道你最近在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到底想干嘛？你想让家里招老鼠？不关你什么事。你是不是天天看网上那些帖子，说什么末日谣言，说下个月会有大暴雨，都是瞎扯，你别信。我只是喜欢囤东西，你知道的，我从小就缺安全感。可是你花的钱也太多了吧？我查了你的消费记录，这半个月你快花了100万，钱呢？我把老房子卖了。什么？那老房子你怎么能卖掉？我的房子，我想卖就卖，倒是你这么关心我的钱干什么？离婚后这些都和你没关系。陈晓，我们别闹了。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是我不好，我不该说离婚的气话。不是气话，我认真的，明天就去办手续。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差点笑出声，贼喊捉贼啊！随你怎么想。倒计时37天，第2天早上9点，我开车到达民政局门口时，林小云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特意打扮过，穿着一身崭新的香奈儿套装，手里拎着最新款的 LV 包包，身边站着赵磊，两人亲密地挽着手臂。看到我下车，林小云故意往赵磊身上靠了靠，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陈晓，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反悔了呢。林小云语气里满是讥讽。我没理他，径直往民政局里走。急什么？小云马上就是自由身了，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不像某些人离了婚就一无所有了。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是吗？祝你们幸福。我的平静显然激怒了他们。林小云脸色一沉，正要说话，我手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是林小云的父亲打来的电话。我皱眉，还是接了起来。陈晓，你个兔崽子，你居然敢跟小云提离婚，你算什么东西啊？陈晓告诉你，我们家小云嫁给你是看得起你，小云跟了你几年，你给她过什么好日子了？现在还敢提离婚，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冷笑一声，看着站在不远处的林小云，对着手机打开了免提。伯父伯母，话要说清楚，是你们女儿出轨在先，被我抓个正着，现在正和她的情夫站在我面前，等着和我办离婚手续。你放屁！小云那么乖，怎么可能出轨？肯定是你自己没本事，满足不了小云，她才出轨。她才什么？她才找别的男人。伯父，你女儿脖子上现在还带着别的男人留下的痕迹，要么我拍一张照片发给你们看看吗？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后，林母的声音再次响起。你胡说八道，小云说的那是过敏。过敏？你们好歹也是过来人了，真看不出来什么吗？陈晓，你把手机挂了。林小云突然冲过来，想抢我的手机。
我看你特么的找死！我没理会他们，继续对着手机说：“看来你们两位早就知道林小云出轨的事儿了，难怪这么急着帮她骂我。怎么觉得你闺女攀上高枝了？我这个前女婿就碍眼了。”陈晓，你别给脸不要脸！小云跟你离婚只会过得更好。赵磊那个孩子我们见过，人家有健身房，有钱有势，对小云也好，比你强100倍。果然，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在这一刻也彻底消散。他们一家果然都知道，在林小云父母眼里，女儿出轨不是错，错的是我留不住她。原来如此，那就祝你们的乘龙快婿早日娶你们闺女过门吧。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一句，破鞋就算镶了金边，也还是破鞋，图个新鲜，等玩腻了，谁知道他会不会娶个二手货。陈晓，林小云气得整个人扑了过来，我挂断电话，推开他。怎么，你被我说中痛处了？你个混蛋！赵磊才不是那种人，他爱我，他会娶我的。你再敢说一句试试！民政局已经有人围观看热闹了，我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吧，赶紧办手续。离婚手续办得出奇的快，不到20分钟。陈晓，离开我，你这辈子都别想找个比我更好的女人。就是，小云跟了我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住大房子开好车，你继续吃你的泡面去。说完了吗？说完我就走了，祝你们在以后的生活甜甜蜜蜜。我不再理会他们难看的脸色，转身走向自己的车。我听到林小云在背后骂我：“陈晓，你别后悔，到时候你跪下来求我，我都不会看你一眼。”我打开系统面板，看着快要升级的经验值，是时候联系那位有渠道的美女老板。我需要更多的物资。你好，我是苏曼。苏老板，我是陈晓，在你那儿买过调料。陈老板，我存了你的号码，怎么样？货还满意吗？不错，我需要一批物资，量大，种类杂，你那边能接吗？能，当然能。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渠道多，就算暂时没货，我也能想办法给你调过来。好，我给你一份清单过去，报价合适的话，今天就能定。挂断电话，我将一份精心拟定的采购清单发了过去。清单上面包含着各种种类的食品、日用品、工具，还有一部分种子。之后，苏曼给了我回话，让我2个小时后去他店里进行交易。没想到苏曼调货这么快，价格也比市场价低了不少，质量保证和违约责任方面也写得极其清楚。我直接在合同上签了字，苏曼也迅速签了名字。陈老板，合作愉快啊！我点点头，正要离开时，他叫住我：“陈老板。”我回头看着他：“你买这么多东西，真的是为了公司吗？”“不然呢？”“没什么，就是好奇。你别介意，以后有什么都可以找我，我非常注重朋友。”“朋友。”我看着他，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仁慈是末日里最奢侈的东西，我是付不起了。3天后，房产中介打来电话：“陈先生，房子有人要了，全款。”“买家是谁？”我问。“是个姓赵的先生。”我冷笑一声：“赵磊，上辈子他们抢我的房子，这辈子居然想光明正大的买。”“行，你告诉他，我再降5个点，条件是3天内全款过户。”“真的，太好了。”中介激动地挂断电话。1天后，房产中介告诉我，姓赵的那位先生可以和我当即签合同。下午2点，门铃准时响起。透过猫眼看去，我看到林小云挽着赵磊的手臂站在门外，2个人打扮得光鲜亮丽。林小云还特意穿了我送她那条限量款连衣裙。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房门。陈晓，好久不见。赵磊率先开口：“听说你要卖房，我们特地来看看。”“进来吧。”我侧身让开，2个人走进客厅。赵磊立刻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四处打量。这房子装修有点旧了。他挑剔地摸了摸墙壁，墙皮都开始脱落了。小云，你看我说的没错吧？陈晓这个人就是不会过日子。是啊，我早就说过让他重新装修，他就是不听。林小云小声附和。我看着他们拙劣的表演，心中冷笑。上辈子我就是被这对狗男女的表面功夫骗，以为赵磊只是个普通朋友，以为林小云只是爱慕虚荣。现在想来，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房子你们也看了，买还是不买？我打断他们的双簧。后面还有几个买家等着呢，我没时间陪你们。赵磊脸色一沉。陈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可是诚心要买的。诚心？我轻笑一声。那就签合同，今天全款付清。林小云拉了拉赵磊的衣袖，小声说：“磊哥，咱们不是……”放心。赵磊拍了拍他的手，转头看向我。钱不是问题，不过我得先确认这房子里的东西都还在吧。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如果打的是之前那批物资的主意，倒也有可能。上辈子我死后，他们靠着那笔物资活了下来，在我这房子里逍遥快活。这一次，我要让他们血本无归。我故作疑惑：“什么东西？这房子空很久了，早就清空了。”“不可能，你明明……”林小云脱口而出。他突然意识到说漏嘴了，连忙住口。赵磊瞪了他一眼，随即笑着打圆场：“
小云说你以前爱囤东西，我还以为你会留一些东西在这里。哦，那些啊，我轻描淡写的说道。早就处理了。房子是空的，你买的是房子，不包括其他东西。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要不我们再考虑考虑。赵磊试图拖延。随便，我无所谓。不过提醒你们，后面那位买家愿意全款，还要加价。要不是看在咱们认识的份上，也不会让你们先来。这句话直接击中了他们的软肋。赵磊咬了咬牙。我们买，现在就签合同。中介立刻拿出准备好的文件。赵磊颤抖着手签下了名字。林小云在一旁紧张的看着。最后一笔落下，赵磊长舒了一口气。钱什么时候到账？我问。最晚明天。不过陈晓，房子既然卖了，你得马上搬出去，我们现在就要接手。赵磊说。我挑眉道。这么急？当然了，磊哥都计划好怎么装修了，你这品味太差了，我们得重装。林小云开口，语气中带着得意。我看着他们迫不及待的样子，心中冷笑。搬出去可以，不过按照合同，我得有1个月时间收拾东西。当然，我会付租金。我慢慢的说。租金你付多少？赵磊眼睛一亮，我报了一个数字。两个人对视一眼，赵磊拍板道。行，就1个月，你写进补充协议，1个月后必须搬走，1天都不能多人。当然，我爽快答应。1个月后暴雨就降临了，整个世界都会被洪水淹没，谁还在乎这套房子？签完补充协议，赵磊和林小云心满意足的离开。一晚过后，我的手机银行上突然多增了300多万，我长长舒了一口气，资金到账，又可以开始大肆囤货。拿到房款的第2天，我就开始进行扫货。倒计时25天，我的船只升级为了蒸汽动力。倒计时20天，升级为伞形游轮。当第一艘游轮出现在系统面板时，我差点激动地跳起来。这是一艘长约50米的白色游轮，甲板上有3层船舱，船尾还有一个小型的直升机停机坪。系统提示：这艘游轮已经具备了基本生存设施，淡水净化系统、发电设备、厨房、医疗室、住宿舱房。不过距离我想要的海洋霸主号还有差距。按照系统的说明，海洋霸主号是一艘长度超过500米的超级游轮，配备完整的生态系统、武器防御系统、科研实验室，还有小型的水下潜艇舱，那才是真正的末日方舟。只是现在我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看着账户里迅速消失的数字，我的手机响了。陈晓，你什么时候搬走？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小云已经和你离婚了，你不搬走，我怎么和小云住进去？我心中一动，上辈子他俩霸占我的物资和房子，活得逍遥自在。这辈子他们花了300万买下那套空房子，手里应该还有不少钱吧？也许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呀。放心，月底前一定搬走。不过有件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提前退租？当然，违约金我照付，这个月的租金也不用退了，就当补偿。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我听到他们2人在商量。你想提前走，你给多少违约金？得加倍。我爽快答应。行啊，不过现在没钱，得月底才能给。耍我们呢？怎么会？这样吧，我用别的东西抵押。我的那套限量的游戏机原价2万多，现在绝版了，市场价至少5万，是我去年好不容易抢到了收藏品。林小云当时还嘲笑我乱花钱，果然他们心动了。还有我那块手表，瑞士机械表，买的时候8万。我列举了几样值钱的物品，总价超过30万。李小云和赵磊商量后，同意了我的提议。东西在哪儿？在我这，我便宜卖给你们，不过得月底交货。两个人可能是太着急了，被我的便宜低价出售冲昏了头脑。行，东西到时候我们就去拿。不过陈晓，你别耍花样。放心，这东西我留在房子里，你们随时来取。挂断电话，我看着到账的10万，勾起冷笑。这些东西确实值钱，不过我还有别的用处。我打开电脑，登录了几个2手交易平台，将这些收藏品全部挂了上去，标价比市场价低30%。不到半小时，咨询信息就爆了，挑了几个靠谱的买家，我进行了现金交易。这些东西被我卖了一遍。等我回到家时，口袋里又多了18万的现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提前退租？当然，违约金我照付，这个月的租金也不用退了，就当补偿。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我听到他们2人在商量。你想提前走，你给多少违约金？得加倍。我爽快答应。行啊，不过现在没钱，得月底才能给。耍我们呢？怎么会？这样吧，我用别的东西抵押，我的那套限量的游戏机原价2万多，现在绝版了，市场价至少5万，是我去年好不容易抢到了收藏品。林小云当时还嘲笑我乱花钱，果然他们心动了。还有我那块手表，瑞士机械表，买的时候8万。我列举了几样值钱的物品，总价超过30万。李小云和赵磊商量后，同意了我的提议。东西在哪儿？在我这，我便宜卖给你们，不过得月底交货。两个人可能是太着急了，
被我的便宜低价出售冲昏了头脑。行，东西到时候我们就去拿。不过陈晓，你别耍花样。放心，这东西我留在房子里，你们随时来取。挂断电话，我看着到账的10万，勾起冷笑。这些东西确实值钱，不过我还有别的用处。我打开电脑，登录了几个二手交易平台，将这些收藏品全部挂了上去，标价比市场价低30%。不到半小时，咨询信息就爆了，挑了几个靠谱的买家，我进行了现金交易。这些东西被我卖了一遍。等我回到家时，口袋里又多了18万的现金。最后10天，我开始了最后一波冲刺。我的目标很明确，武器和能源。我通过灰色渠道搞了一批违禁品，几百发子弹、防弹背心，还有气枪，这些就花了将近20万。但在末日，它们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剩下的钱我全部用来购买燃油和蓄电池，汽油、柴油、煤油，只要能燃烧的液体燃料，统统买下。还搞了几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和大量的备用零件。当把最后一批燃料收入仓库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物资入库成功，获得经验值800，小型游轮升级成中型游轮。面板上的船只再次变大，现在变成了一艘长度100米的豪华游轮，船头还有小型观景台，距离海洋霸主还差最后一级。而经验条显示还需要500点经验值。末日倒计时第3天，天气反常，持续升温，达到了40摄氏度。大家躲在空调房里抱怨，这鬼天气都快入秋了，还这么热。只有我知道这场酷热正是末日暴雨的前奏。我站在商场冷气充足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先生，这些都要打包吗？专柜店员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收回目光，看向柜台上堆成小山的物资，防水火柴、高强度尼龙绳、多功能刀具、刀，全包起来。我递出信用卡。之后的2天，我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回到家中，我打开系统面板，不行，还是不够。我摸索着下巴，目光落在没有储存上限的系统仓库，列表上还有什么类型是我没试过的？我陷入沉思。突然看到窗台上我养着的一株小番茄苗。这1个半月来，除了疯狂采购，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种植。从最初连多肉都能养死，到现在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蔬菜苗，生菜、小黄瓜、樱桃萝卜，每一株都长势喜人。要不试试这个？我将系统页面调出，尝试将小番茄连同陶土花盆一起收进系统。系统提示音欢快地响起，恭喜解锁新品类活体植物，经验值增加50点。我惊奇地睁大眼睛，连忙将其他盆栽也收进系统。每收入1盆，经验值就跳动1次。当最后1盆生菜从窗台上消失，我的系统界面突然蹦出耀眼的金光。当最后1包种子装进我的货车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把货车开走，找个没人的地方收进仓库就好了。我刚准备和苏曼道别，就听见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林小云。她依偎在赵磊身旁。哎，这不是陈晓吗？怎么你找了新女人了？她说这话时，眼神还不住地往苏曼傲人的身材上打量，而她旁边的赵磊更是在看到苏曼饱满的胸脯和纤细长腰上，喉结不自觉地滚动。看看你，离开我之后只能找老女人吗？林小云注意到赵磊的眼神，脸色难看，穿着高跟走过来，嗤笑一声。我说陈晓，你这眼光真够差的。也是，你也就只能找这种抛头露面做小本生意的了。我还没说话，苏曼就抬起头扫视2人，怜悯道：我当谁呢？大清早就在别人店门口叫，我开门做生意干干净净，不偷不抢。倒是你呀。苏曼上前一步，挽住我的胳膊，亲密地看着我，红唇讥诮道：在这里耀武扬威很光荣吗？还有你的那位对你不怎么专心啊，眼珠子都要掉老娘领口里了，你俩还真是般配。林小云被戳中痛处，火冒3丈。不要脸的老女人，你知道我是谁吗？谁管你，在我这儿对我的客户出言不逊，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道歉。赵磊见形势不妙，拉着林小云的胳膊。林小云正在气头上。走吧，跟这种人生什么气？走什么？陈晓，你让他给我道歉。还有，你这个破车，赶紧开走，不要挡路。我心思不在这，系统页面上倒计时不到3小时，我必须赶紧离开。林小云，我和你两清了，请你们离开，不要妨碍别人。两清？你装什么？那个房子你什么时候搬走？我和磊哥马上就要开始新生活了，看到你东西就晦气。我不想再浪费时间。随便你，苏老板，货款已经结清，多谢，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说罢，我转身就要去拉货车的门。谁让你走了？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林小姐，你在无理取闹，我就报警了。他说着对身后的店员使眼色，2个店员隔开了我和林小云。你快走，这个是我私人联系方式，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我愣了一下，看着苏曼漂亮的脸庞，
压低声音快速说道。苏曼，听着，如果城里发生了糟糕的情况，你应付不来，就到港口，那里有很大的船，想办法靠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苏曼的眼睛瞬间睁大，眼底都是震惊和困惑。没时间解释了。我拉开车门，跳上驾驶座，一脚油门冲出批发市场，汇入车流。我已经来不及再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只能停在街口，迅速钻进车后，将物资收进系统。系统提示音不断在我耳边响起。最后一包种子刚收进仓库，眼前就闪出一道炫目金光。物资入库成功，经验值增加20点，船只系统已升级。恭喜玩家获得海洋霸主豪华游轮。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成功了！眼前系统界面上，一艘巨大的游轮缓缓旋转，它的船身泛着幽蓝色的光芒，船体吃水线以上部分覆盖着层层叠叠的复合甲板，最前面还有一个指挥塔，中段隆起数个巨大的透明温室，穹顶甚至能看到葱郁绿色和彩虹，还有10座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和2个卫星接收器。这还不是全部，海洋霸主号超级游轮10级化准备就绪，请宿主选择安全水域投放。当前时间：末日暴雨降临，倒计时0小时。窗外传来第一声闷雷，豆大的雨点稀疏地敲打车窗。我毫不犹豫地启动货车，朝着早已选定的港口全速前进。末日，它真的来了。于是，在抵达港口最后几公里，彻底失控。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已经开到最大频率，视线依旧模糊，只能依靠道路两侧隐约轮廓前行。原本平坦的公路变成了湍急的河流，浑浊的积水裹挟着垃圾、树枝，还有小型漂浮物，不断冲击着货车的底盘。每一次碾过深水区，车身都会剧烈晃动。坚持住，就快到了！我咬紧牙关，盯着前方被吞噬的道路。系统面板上的时间流逝，港口的方向，天空呈现着铅灰色。将货车歪歪斜斜停在预定泊位的废弃起重机下，我整个人都要虚脱了。推开车门的瞬间，狂暴的愉悦砸在我身上，瞬间将我淋透了。咸湿的海风混合着雨水和金属锈蚀的气味扑面而来，我顾不上这些，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踉跄着冲到码头。眼前是咆哮的海面，巨浪拍打着混凝土，溅起数米高的泡沫。港口那几艘来不及撤离的小型船只已经倾覆。就是这儿。我深吸一口气，对系统发出指令。系统在目标点释放海洋霸主号。就在我指令下达的瞬间，前方约100米外的海面上空光线出现了诡异的扭曲，紧接着一个庞大的、令人呼吸停止的阴影毫无征兆地落下。即使在系统界面里看到过3维模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这艘海洋巨兽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定住了。太庞大了，500米的长度就像拔地而起的钢铁山脉。港口立刻被占据了一大半。幽蓝色的船身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雨水冲刷却无法留下任何污迹。层层叠叠的装甲板，错落有致的建筑，在模型中看到的炮台、穹顶、天线阵列，此刻都无比的真实。它就像是海洋上的堡垒。一道隐蔽的舷梯从靠近码头的一侧无声滑出，精准地搭在码头边缘。我没有犹豫，顶着狂风暴雨，拼尽全力冲了上去。当我的双脚踏在游轮合金甲板上时，身后沉重的舷梯立刻收回，密封门无声关闭，将末日彻底隔绝在外。世界安静了，只能听见游轮内部恒温系统轻微的轰鸣声，还有我剧烈的心跳和喘息声。我瘫坐在入口处大理石地板上，抬头看清周围，呼吸再次一顿。系统指引我前往船长生活区的豪华浴室，穿过宽阔的能跑马的走廊，踩着顶级地毯，我推开了一扇厚重的橡木门。我彻底无语了，这是浴室吗？这明明是洗浴中心啊！挑高近5米的穹顶，镶嵌着柔和的星空氛围灯，地面和墙壁都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金色的五金件和艺术水晶灯点缀其间。中央是一个足以容纳5-6个人的主按摩温泉池，冒着热气，水底还有变换的 LED 灯光。池边环绕着造型各异的单人泡汤池，有高温深泡池、冷水醒神池，还有气泡按摩功能的碳酸池。淋浴区是独立的隔间，配备多个顶级花洒，更别提智能镜柜、加热毛巾架，还有摆满了顶级洗浴用品和香薰的琉璃台了。这系统也太懂享受了！我喃喃自语，迅速脱掉了湿透的衣物，将自己沉入温泉池中。水温包裹全身，驱散了所有的寒冷和疲惫。我靠在池边，拿起放在防水托架上的手机，屏幕亮起，一连串的信息提示涌了进来。最多的是，原来小区的业主群炸开锅了！救命！地下室全淹了，我珍藏茅台啊，全泡汤了，谁能给我帮忙？谁家有吃的？外卖全停了，超市也关门了，我们家可就只剩下几包零食了，这咋办啊？物业呢？物业电话打不通，水都淹到3楼了，电梯也停了。我刚从窗户口看了一眼，路面全是水，
车都飘起来了，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天气预报不是说就下几个小时吗？大家别慌啊，我和男朋友准备了充足食物和水，暂时安全，就是电好像不太稳定。林姐分一点吃的呗，我家里有老人。哎呀，我们自己也不多呢，不好意思啊，小美。我男朋友说雨可能下好几天，大家自求多福吧。林小鱼，一点良心都没有。前世我也是恐慌无助者中的一员，可现在林小云还在那里炫耀她自以为是的先见之明，却不知道真正的灭顶之灾才刚刚开始。我在汤泉池泡了半个小时，直到骨头都软了才起身。旁边的智能衣柜已经根据我的身材准备好了一套舒适柔软的家居服，换上以后，我前往厨房。顶级中央厨房，超级大，中间是天然花岗岩打磨的中岛操作台，里面有电磁炉、水槽，还有升降式电源插座。四周是嵌入式厨电、双开门智能冰箱、蒸汽烤箱、微波炉、咖啡机，一应俱全。头顶是暖光吊灯和隐藏的抽油烟系统。最震撼的是，我面前是落地观景窗，窗外是波涛汹涌的海面，室内却温暖。我打开最大的双开门冰箱，冷气扑来，里面早已摆放好了各种顶级食材，澳洲 M9 和牛排用真空袋装着，新鲜的三文鱼、鳕鱼排，还有有机蔬菜，各色的芝士、黄油，堪比5星级酒店。我取了一块牛排，用海盐和黑胡椒腌制，浓郁的肉香在橄榄油中滋滋作响，煎了个太阳蛋，又切了几片酸面包。打开平板电脑，新闻正播报着触目惊心的画面，画面里熟悉的街道变成了水洼，人们挤在高楼的窗口呼救，一片末日景象。看到这儿，我嘴里的牛排少了几分滋味。暴雨已经持续4个小时，我市及周边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多处城区被淹，交通瘫痪，电力通讯中断，目前救援力量正全力投入，灾情仍在扩大。气象部门警告，此次暴雨过程异常，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超乎预期，请广大市民务必留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我忽然想起了苏曼，她怎么样了？我拿起手机拨打她的号码，连续几次都是忙音，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就在我收拾好餐具，准备熟悉游轮时，刺耳的系统警报声响起。我抛开杂念，走到控制室，调出外部监控。警告！检测到小型救生艇靠近，距离150米，生命体征7人，检测到异常声波频率和肢体冲突迹象，危险判定低，存在紧急状况。高清夜视摄像头穿透了云幕，锁定在那艘橙色救生艇上，其中4个男人和一个穿着时髦但狼狈的女人，围着一个身穿脏污白大褂的女人推搡叫骂。透过增强音频的采集，我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声。沈医生，你可别怪我们啊，这船漏了，这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你一个医生救了这么多人，也算功德圆满了。现在被大家牺牲一下，怎么了？把他推下去，减轻重量，不然我们都得死。你们还有没有人性？我刚才还帮着王姨处理伤口，放开我！别跟他废话，快动手！水越来越多了，眼看2个男人就要抓住沈医生的胳膊往海里扔。混蛋！我怒骂，末日生存法则残酷，但这样赤裸裸忘恩负义，还是让我怒火中烧。我没有迟疑，迅速套上了一件系统准备的带着恒温系统和防水透视功能的高级战术雨衣，抓起了强光手电和高压电击防爆棍，冲向侧舷的应急出口。系统打开左舷3号应急出口，投放伸缩救援梯，目标锁定救生艇白大褂女生，准备高压水炮，低功率模式，威胁其他人员。系统指令确认。当我走到侧舷甲板时，冰冷的暴雨再次打在身上，雨衣完美隔绝了湿冷。合金伸缩梯迅速从船体伸出，稳稳地搭在剧烈起伏的救生艇边缘，落在沈医生手边。同时，游轮左舷一处甲板划开，粗壮的高压水炮管弹出，没有发射，但黑洞洞的炮口在探照灯下清晰可见。不想被冲进海里喂鱼，就放开他。你抓住梯子上来。沈医生反应极快，虽然吓得够呛，但求生本能让他瞬间抓住了近在咫尺的梯子。不准走！那个大光头还想要阻止，砰！一道低压水柱精准地打在他脚边。水花溅了他一身，吓得他连连后退。沈医生趁此机会用尽力气爬了上来，体力显然不够，爬得摇摇晃晃。我一把抓住他冰凉的手腕，将他拉向了甲板。他脚下一软，直接跌入我怀中。我入手一片湿冷，隔着一层湿透的白大褂，我依然能感觉到他惊人柔软和纤细的腰肢。他浑身颤抖，不知是冷还是怕。救我们呀！救我们呀！我瞥了他们一眼，扶着沈医生，对着他们说。救生艇我会固定在这附近，你们能否活下去，看你们造化了。说完，我不再理会下面的哀嚎，揽着几乎虚脱的沈医生转身走回船舱。应急门在身后关闭，回到温暖的舱内，沈医生再也撑不住，眼睛一闭，晕了过去。我抱着他来到医务室，他的白大褂又湿又脏，紧贴在身上，轻轻地勾勒出他起伏傲人的胸，盈盈一握的腰肢和笔直修长的腿。
湿漉漉的黑发贴在精致的脸蛋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我定了定神，从医疗柜里找出干净的病号服，深吸一口气。救人要紧，我可是正人君子。目不斜视，替他换下了湿冷的衣物。看着惊人的身体曲线，我心跳漏了几拍。这和苏曼的身材有一拼了。换好衣服，我将他安置在医疗床上，盖好被子。过了一会儿，沈医生醒来了，先是迷茫，随即想起了什么，猛地坐起来，抓着被子缩到床角，惊恐地盯着我。你别怕，我站在远处。你安全了，这里是我的船，你刚才在救生艇晕倒了，我帮你换了干衣服。我是陈晓，我是这里的，我是船长。他打量着我，看着周围明亮的医疗环境，眼中的恐惧褪去，难以置信地盯着我。谢谢你啊，我叫沈冰清，是市里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你好，沈医生。我点点头。你透支太严重了，要休息，而且现在我没办法把你送回去。沈冰清咬了咬下唇，我看着他的模样，叹了口气。你再好好休息吧，恢复体力。我给你拿点吃的过来，船上有医疗舱和药品储备，需要专业人士管理。等你好了再说。我煮了一碗热汤面给他，特地用土鸡熬汤做底，配上爽滑的手工面和几根翠绿的小青菜。他坐在医疗室的床上，小口小口吃着。病号服穿在他身上，空空荡荡齿，马步对领口开得有些低。他每次低头吃面，稍微动作大些，衣领便会不经意地滑向一侧，露出一截锁骨和白皙的弧度。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如坐针毡。沈冰清显然也察觉到了自己衣服的不合身和偶尔的走光，他吃得越来越慢，耳根悄悄染上了一层红，身体绷紧，努力想把过大的领口拢好。我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沈医生感觉好点了吗？他迅速抬头看我一眼，又飞快低下头。好多了，谢谢。面很好吃。那就好，你体力透支，需要好好睡一觉。医疗舱这边有监控设备，你休息不踏实，我带你去客房区，给你安排一个房间。我站起身，沈冰清顺从地点点头，放下空碗，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下床。我带他穿过宽敞的走廊，来到客舱区域，打开一间标准客房的房门。里面的配置虽然比不上我的主套，但依然堪称豪华。舒适的大床，独立的卫浴，小沙发，书桌，甚至还有一扇可以看到侧舷海景的圆形舷窗。这里吧，基本生活用品柜子里都有新的。沈冰清站在门口，看着房间内堪称奢侈的陈设，眼中再次浮现出难以置信的震撼。这真的是船上的房间吗？陈先生，你这艘船也太豪华了。家里留下的，以前喜欢航海，就改造的舒服了些。你好好休息，明天再说。浴室里有热水，柜子里有干净的毛巾和浴袍。谢谢。安顿好他，我回到自己的主卧室，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然而，就在我即将入睡之际，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我坐起身。谁？门外安静了一下，传来沈冰清有些窘迫的声音。是我，沈冰清。我下床，打开门。沈冰清双手局促地交握在身前，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似乎刚洗过澡。他的脸红得厉害，几乎要滴出血来，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怎么了？不舒服？不是，我想问你这里有没有那个……哪个？他的脸更红了，脚尖不安地在地毯上蹭了蹭。就是内裤，我现在什么都没穿，不习惯。说完这句话，他羞得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连脖颈都染上了粉色。我愣住了，我的视线控制不住地再次掠过他微微起伏的胸口，风光呼之欲出，一股热流瞬间窜向小腹。我赶紧移开目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躁动。你等一下。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平复了一下心跳，然后走到房间的智能控制面板前，连接系统仓库。当初囤货时，我的清单力求包罗万象，日用品自然也囤了不少，男女款式都有，都是挑质量好的买。我在仓库界面里快速翻找着内衣分类，很快找到了，但我拿出来一看，顿时有点尴尬。这是一套包装精美的女士内衣，黑色蕾丝材质，半透明，款式相当性感火辣，是我当初扫货时顺手从某个高档内衣店清仓区打包回来的众多款式之一，根本没仔细看。现在手头只有这个了，其他更常规的款式放在更深的储物区，一时半会儿不好找。我拿着那个轻薄的几乎没什么重量的黑色小物件，硬着头皮再次打开门。那个，我只找到了这个，其他的暂时没找到，你先将就一下。沈冰清的目光落在我手中那抹黑色上，当他看清那是什么款式时，整个人瞬间石化。他猛地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你沈医生，非常时期，将就一下吗？还是说你比较喜欢真空？陈晓，你流氓！他骂完，转身几乎是落荒而逃，
冲回了自己的客房。砰！第一声关上了门。看着紧闭的客房门，我摸了摸鼻子，回到房间，重新躺回床上。刚才那香艳刺激的一幕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则只能认命地爬起来，走到房间的小吧台，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冰水。醒来时头有些昏沉，我看了一眼窗外，暴雨依旧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天好像真的漏了，我起身洗漱，换上了一身干练的作战服，决定先去控制室看看情况。经过客舱区时，我特意在沈冰清的房门外停了一下，门紧闭着，里面悄无声息。我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来到控制室。巨大的环形屏幕显示着游轮四周的状况，雨幕和海浪严重干扰了光学观测，但声呐和雷达系统清晰无误地勾勒出周围的景象。港口大部分区域已被淹没，只剩下少数高层建筑的顶部露出水面，像海中的孤岛。我昨天开来的那辆货车早已不见踪影。就在我准备检查游轮各个系统运行状态时，急促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回头，是沈冰清。她换了那身可笑的病号服，穿了一套相对合适的女士运动套装，勾勒出她高挑纤细的身形曲线。洗过的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头，素面朝天。她走近我时，我隐约看到运动套装没有被其他束缚的痕迹，看来她最终还是将就了。陈先生，昨晚谢谢你了，还有衣服。不用谢，沈医生，你休息好了吗？好多了。于是是这么大，外面情况很糟。陈先生，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原港口区外围相对开阔的水域，暂时很安全，但我们需要规划下一步的航行路线，找更稳定的资源，更丰富的长期锚点。沈冰清看着屏幕上的搜索图与汪洋中的游轮图标，沉默了片刻。陈先生，你似乎对这场灾难多有准备。算是吧，听说过一些极端气候的预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安排。这个解释很牵强，但现在也只能如此了。沈冰清没有再追问，聪明地转移了话题。我能帮上什么忙吗？比如整理船上物资，协助你监测海上情况。如果还有别的幸存者，我可以帮忙。冰清，你的专业能力在这里非常宝贵。我的游轮上有完整的医疗舱和大量储备药品，很多药品的归类需要及管理和使用条件都不清楚，需要你来梳理。交给我吧，这是我的专长。好，我先带你去。就在这时，刺耳的系统警报再次响起。警告，所见固定救生艇发生剧烈晃动与冲突，检测到高声尖叫与殴打声，危险等级递至中。我和沈冰清同时看向监控画面，只见昨晚那艘橙色的救生艇在波涛中疯狂颠簸，几个人正扭打在一起，确切地说是4个男人正在围攻推搡剩下的那个女人。透过增强的音频，可以听到哭喊和怒骂声。臭娘们，把吃的交出来！昨晚你就藏了东西，别以为我没看见。跟他废什么话？搜身！放开我！那是我的，那是我的东西！他哭喊着，但很快被淹没在男人的怒骂和巴掌声中。他们怎么能这样？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压力下，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会开始暴露。那个被围攻的女人昨天怂恿着他们把沈冰清推下海，此时她已经成了被欺凌的对象。陈先生，昨天这个女人对他恶意满满，但医者的人心让他无法无视。我沉思了一下，就不值得，不就好像有点冷血。系统启用左舷定向扬声器，发出警告。指令确认。下一秒，一个爆炸的声音在救生艇上空炸响。住手！扭打中的5个人被吓得浑身一僵，惊恐地望向声音的来源。你们在这里私斗掠夺，发生暴力行为，我就把你们掀翻。这句话让所有人都脸色煞白。如果他们这艘救生艇翻了，在滔天巨浪中，他们很快就会死。我们不敢了。女人瘫在船上，衣服被扯得凌乱，狼狈不堪。沈冰清松了口气。我以为解决了一件事时，声呐系统突然捕捉到了一个新的信号。警告，检测到新的漂浮物靠近，距离300米。我立刻调整监控角度，在灰暗中看到一个破旧的小橡皮艇在随波逐流，上面似乎趴着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好像有人，好像失去意识了。我犹豫了，游轮的承载能力远远未达到上限，多一个幸存者如果是无害且有用的人，并非坏事，但是这个人必须可控。释放一架侦察无人机，低空抵近观察，评估目标状态与威胁。无人机释放。一架巴掌大小无人机悄无声息地从游轮隐蔽发射口滑出，穿过雨幕，飞向那艘橡皮艇。传回的画面上显示，橡皮艇上是一个女人，她侧趴着，身上穿着一套被划破、沾满污渍，但依旧能看出原本质地的米白色户外衣服。栗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苍白的脸颊上，手臂和腿上有几处明显的擦伤。昏迷和狼狈依然难以磨灭她的美貌和气质。
我心中一紧，是苏曼，那位美女老板怎么会在这儿？陈先生，你认识她？一个朋友。苏曼出现在这儿，是不是他听了我的警告，想要来港口寻找生机？无人机进一步扫描，显示苏曼生命体征微弱，体温偏低，有轻度脱水迹象，但无明显致命伤。身旁的橡皮艇除了一个进水的背包，空无一物。陈先生，他不行了，肯定得进行救治。我点点头，不论是因为什么，我都得救苏曼。左舷2号救援通道，准备释放救生网，打捞目标橡皮艇及人员。指令确认。这一次我没有亲自去甲板，通过监控看到机械臂精准地抛出救生网，朝着橡皮艇扔过去，连同昏迷的苏曼一起稳稳兜住，收回。沈医生，你得去趟医疗舱，人救上来后送过去，估计要进行基础的检查和急救。好。屏幕上，我看着被机械臂放置在转运平台上的苏曼，紧闭双眼，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水珠，与之前那位美女老板判若两人。将幸存者转运至医疗舱，交由沈冰清医生处置，全程监控。消毒程序结束后，苏曼被送进了医疗舱。沈冰清换上了白大褂，头发利落挽起，戴上了医用手套，瞬间恢复了专业干练的医生形象。他快速检查着苏曼的生命体征，体温35.8，低体温症，脉搏细弱，血压偏低，脱水明显，体表多处擦伤和淤青，左踝疑似扭伤，没有骨折迹象。他一边检查，一边与我汇报。立刻补液保暖，处理伤口。我站在远处，看着医疗床上脸色苍白的苏曼。按你的方案处理，有什么医疗和药品需要，直接用。他湿透的衣服被小心剪开脱掉，身上盖着保温毯，头发散在枕头上，少了平日的锋芒，多了几分楚楚可怜。沈冰清开始操作，他为苏曼建立静脉通道，挂上温热的生理盐水、葡萄糖，处理伤口，涂上药膏。苏老板呀，前几天还跟我谈笑风生，今儿就躺在这儿了，真是世事难料。沈冰清转回头来看向我。陈先生，你和这位女士很熟吗？对呀，我的御用供货商也算是我的朋友吧，没想到他真能找到这儿来，算他命大。我笑了。沈冰清动作顿了一下，没再问。没过多久，苏曼的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眼睛。起初眼神涣散，几秒钟后焦距凝聚，看清了陌生的环境。穿着白大褂的沈冰清以及站在不远处似笑非笑的我。他猛地眨了眨眼睛，挣扎着想要坐起来。陈晓，这是哪儿？别乱动，你在输液，有脱水症状，需要休息。苏曼这才注意到手上的针头和身上的仪器，看了看沈冰清，又看向我，眼神复杂。苏老板，欢迎登船。方式虽然狼狈了点儿，怎么批发市场生意做到海上来了？苏曼苍白的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他张了张嘴。真的是你？那艘大船？如假包换，海洋霸主号，鄙人的产业。我是看到港口有光，然后橡皮艇就失控了。你那天说的话是真的？看来你听进去了，不错嘛，不算太笨。不过下次投奔记得选一个优雅的姿势出场，现在这样可不符合你的形象啊。我的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保温毯下隐约的身体轮廓，苏曼的脸蹭的一下红了，下意识想拉紧毯子，却牵动了输液管。沈冰清不动声色地帮他调整了一下。陈晓，我都这样了，你还取笑我呀？好，不笑了。沈医生，这位病人情况咋样？什么时候能恢复？调侃他。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了，脱水症状缓解后就可以拔除输液，外伤要定期换药，脚踝建议24小时内观察，只要不作死往海里跑，就能活蹦乱跳。我啧了一声，看向沈冰清，这话怎么有点讽刺啊？苏曼也听出来了，她看着沈冰清，两个女人在医疗舱对视一眼。麻烦你了，沈医生。分内之事，没什么事儿。陈先生，我就去整理仓库了。去吧，辛苦了。沈冰清看了一眼苏曼，转身离开。医疗舱内只剩下我和苏曼。你请的医生？船上唯一的医生沈冰清，市立医院的急诊科骨干，他也是被我救上来的。怎么了？你对他有兴趣？陈晓，到底怎么回事？这艘船，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终于问到点子上了。知道一些，但不多，足够我做充足准备了。苏老板，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过去的规则不再适用，上了我的船就得守我的规矩。你什么规矩？很简单，第一，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第二，贡献你的价值；第三，管好你自己，别惹麻烦。当然，你要是表现得好，我这个人对自己人向来很大方。苏曼的耳根瞬间红了，身体绷紧却没躲开。我能做什么？我的店，我的货全都没了。那些没了都是身外之物，你的头脑、人脉、资源、记忆，还有你这个人就是价值。好好养伤，养好了有你发挥的地方。好了，现在休息吧。不再逗留，我转身离开了医疗舱。
接下来的2天，暴雨依旧，但是海洋霸主号因为多了2个女人，渐渐有了生活的气息。沈冰清以惊人的效率整理好了药品仓库，建立了清晰的目录和效期管理表，甚至规划出一个小型无菌处理区。每次工作他都一丝不苟，沉默寡言。苏曼恢复得很快，脚踝消肿后就闲不住了。我扔给他一个平板电脑，里面是邮轮物资管理系统的部分权限和清单。他开始重新分类物资，优化存储方案，还提出了节能和循环利用建议，专业程度让我刮目相看。不过这2位大美女在我这艘船上还有点微妙。我在厨房吃着牛排，苏曼拄着手杖走过来，递上她刚处理好的交易物资清单。陈晓，我发现仓库里有好多东西，比如雪茄、高端酒水、珠宝、手表，在特定环境下能换到一些我们需要的特殊资源。他靠在我身旁，身体微微前倾，我一眨眼就能看到波涛汹涌的白皙。沈冰清这时候就端勺营养餐走过来，脚步顿在我旁边。陈先生，高脂高蛋白饮食虽好，但是建议搭配蔬菜沙拉，维持膳食平衡。还有苏曼小姐，伤员不宜久站，可不利于恢复。多谢你关心，我好多了。不过你别忘了，你的专业大家可都等着你呢。不劳费心，我的工作从未懈怠。说完就在我对面坐下，我只能低着头吃牛排，假装没有感觉到2个女人之间的针锋相对，这种无声的较量倒是给我添了不少乐趣。这天下午，我正在健身房活动筋骨，沈冰清拿了2瓶功能饮料进来，递给我1瓶。陈先生适当补充电解质哦。谢了。我接过，拧开喝了一口，目光扫过他穿着运动紧身裤的笔直长腿。怎么了？你也有空来锻炼？观察船长先生的运动状态也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沈医生，那天救生艇上谢谢你。我忽然开口，沈冰清一顿，侧头看我。谢我什么？谢谢你，还愿意对那个想害你的女人保留医者的人心。沈冰清沉默了几秒，又看向我。我是医生，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个人恩怨不重要。而且我知道，你其实没打算真的不管吧？哈哈，被你看穿了。我笑了。你就是嘴硬。沈冰清轻声说道。我坏笑着凑近他。那沈医生觉得我哪里不硬？沈冰清的脸蹭红了，瞪了我一眼，加快了跑步机的速度，不再理会我。我们在游轮上的日子过得很轻松。从健身房出来，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调出了老房子的监控画面。上辈子我在家里安装了几个隐藏摄像头，本来是防贼用的，后来就忘了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到。经过一番调试，画面居然真的出现了。虽然信号有些不稳定，但清楚地看到屋内的情景。林小云和赵磊坐在我曾经的客厅里，监控画面中，林小云和赵磊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几盘菜，2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林小云烦躁地推开面前的餐盘。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啊？我天天吃这些都要吐了。赵磊扒着米饭。现在外面都是水，你忍着点吧，想买新鲜的肯定买不到。都怪你。林小云突然爆发，非要买这套破房子。好了，现在我们都困到这儿出不去了。怪我。赵磊也火了。当初是谁说这套房子位置好，还有陈小屯的物资够我们过好日子的，现在倒怪起我来了。物资呢？你不是说陈晓在这里囤了很多东西吗？怎么都没了？林小云尖声质问道。赵磊语塞，他们当然找不到那些物资，因为早就被我转移了。看着2人争吵，我心中冷笑，这才几天就吵起来了，好戏还在后头。好了好了，别吵。赵磊最终软下语气，等雨小一点，我出去看看。听说有一些人在组织救援，说不定能搞到点好东西。真的？林小云眼睛一亮。当然。赵磊搂住他。我什么时候平了？等这场雨过去，咱们就把房子重新装修，然后结婚，过好日子。林小云靠在他怀里，脸上露出笑容，但笑容很快凝固，因为他看到窗外的水位已经涨到8楼了，而我们这套房子在15楼。磊哥，水又涨了。他声音颤抖。赵磊走到床边，脸色也变得难看。这雨怎么还不停？2人开始手忙脚乱地把贵重物品往楼上搬。我关掉监控，心中平静的毫无波澜，让他们慢慢搬呗。等水位涨到13楼、14楼，看他们能往哪搬。在看什么啊？苏曼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看戏。我把监控画面调给他看。苏曼看了一会儿，忍不住笑起来。那对男女啊，活该。很讨厌他们啊。我随意地问道。他看着我，坐在我旁边，认真道：你讨厌的人，我当然也讨厌了。那天你走之后，我问了认识他们的人，这个赵磊根本不是什么好人，就是个混混，靠着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挣钱。他那个健身房也不过是空壳子。还有林小云。苏曼看了我一眼，我耸了耸肩，
我和他早就离婚了，无所谓，你说吧。你这个前妻更是个绿茶，专门勾搭有钱人，我就奇怪你怎么会娶她呢？我苦笑一声，年轻，眼睛瞎呗。现在呢？眼睛治好了？治好了，而且看得更清楚了。苏曼笑了，笑容在控制室里格外动人。警告：一艘改装渔船正在靠近，速度很快，威胁等级低至中。我当即调出外部监控。暴雨中，一艘约15米长的渔船正朝着我们驶来，船体经过加固，甲板上能看到几个人影，手里似乎拿着武器。进入戒备状态，系统。苏曼，你带着沈冰清准备防御，留在安全区域里，不要出来。渔船停在我们游轮侧方约50米处，一个莽撞的男人站在船头，拿着扩音器喊道：“喂，游轮上的人听着，我们是水上救援队，现在需要征用你们的船只，用来救援被困群众，请立即配合救援队。”我冷笑：“骗鬼呢？看这架势，明明是要来抢游轮的。”系统扫描对方船只。扫描完成，目标船只携带武器，猎枪3支，砍刀5把，自制燃烧瓶若干，人员8人，生命体征正常。果然不是好人。这里是海洋霸主号私人游轮。我通过扩音器回应：“我们没有义务被征用，请立即离开，否则将采取防御措施。”私人游轮？对方大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私人？我告诉你，现在是紧急状态，所有资源都要统一调配，你们要么乖乖配合，要么……”他话音未落，渔船突然加速，直冲我们而来。找死！启动左侧高压水炮，射击指令下达。游轮左侧船身打开一个缺口，一根粗大的炮管伸出，下一秒，一道高压水柱激射而出，精准地打在渔船前方10米，激起数米高的水花。渔船紧急转向，差点翻船。他们真有武器！对面传来惊叫声。最后一次警告，我说：“离开，或者直接把你们清翻。”渔船上的人显然被震慑住了，犹豫片刻，最终调转船头。警报声解除，苏曼和沈冰清同时冲进来。他们可能还会回来。苏曼说：“看他们的装备，不是普通的幸存者，是有组织的强盗。”我也有同感。沈冰清皱着眉头：“这末日才刚刚开始几天呀，就有人拉帮结派，以后这种人只会更多。他们来就来呗，来一个灭一个，来一群灭一群。”接下来3天，暴雨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水位持续上涨，淹没了大部分10层以下的建筑。我们的游轮远离城市，停泊在相对安全的外海区域。我站在游轮明亮的厨房里，中岛操作台上摆着各式厨具，平底锅里煎着澳洲和牛排，熟练地翻了个面，扫一眼旁边的蒸锅，龙虾尾渐渐变红。这种天气还是需要一杯冰饮。沈冰清站在我旁边，打开双开门冰箱，取出提前冰镇好的芒果和椰子水。沈医生，你不是说让我少喝冰的吗？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沈冰清抓起破壁机，很快一杯金黄诱人的芒果冰沙就做好了。我接过端着餐盘，走到控制台前，调出老房子的监控画面。屏幕亮起的瞬间，我忍不住轻笑出声。画面里，赵磊对着敞开的冰箱唉声叹气。原本塞满高级食材的冷藏室，现在一片狼藉。化开的血水从变质的牛排和三文鱼中渗出，把整个冰箱弄得一团糟。他只能可惜地把高级食材扔进垃圾桶。早就说过了，该买点罐头和自热锅。他埋怨地瞪着林小云。现在好了，这些高级货全完了。林小云对着镜面橱柜整理头发，闻言立刻反击。当初是谁说喜欢精致的生活，看不起陈晓那种万事都要讲究的样子？他模仿着赵磊的语气，买那些便宜货都掉价，我们要活得有品位，这不是你说的吗？赵磊被噎得说不出话，小声嘟囔着。起码他囤的方便面不会2天没冷藏就坏了。他要是在，咱们不会饿肚子吧？林小云猛地转身，眼睛瞪得老大，他的美甲指着赵磊。你居然说这种话，那我当初我不和他离婚就好了。我切开一看牛排，监控里这俩人吵得不可开交。暴雨已经将供水系统污染了，他们现在水龙头流出来的水都十分浑浊，而我的游轮上净水系统平稳运行，过滤后的纯净水输送到每一个水龙头。我轻晃着手中的芒果冰沙，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么好的情调。接下来的日子，我带着沈冰清和苏曼一边享受生活，一边时不时的看监控画面，手里拿着一包变形的红烧牛肉面。这是我去年藏的备用品啊！我喃喃自语。赵磊捧着他以前鄙夷的廉价垃圾食品视若珍宝，他小心的撕开包装，一口咬着干硬的面饼。林小云蹭过来，磊哥，给我吃点儿。他眼巴巴的盯着你。赵磊转过身，你再找找吧，里面说不定还有呢。3分钟，赵磊把方便面吃的连渣子都不剩。他看着饿得脚步虚浮的林小云。对了，你那个前夫，你有没有他的消息？什么？林小云抬眼，找他干嘛？他肯定有囤货，找到他咱们有吃的了。赵磊晃动着林小云，
你之前不是说在他手机里安过定位器吗？现在就找。林小云拍了拍脑袋，对哦，肯定能找到他。到时候那些吃的还不是我的吗？我看着两人贪婪的目光，冷笑。还不死心？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汪洋，就算是他们知道我的位置，也不可能穿过这片洪浪。过了一夜，我捧着牛奶看着监控画面里的动静，没想到他们俩还挺执着。两个人用塑料箱子和瓶子，加上林小云的名牌包和衣服，竟然打造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筏，只是看起来随时都会散架。他们费力地将木筏子从窗户口扔下，放到水面上，虽然破烂，但居然能浮起来。赵磊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木筏剧烈摇晃，林小云吓得尖叫。快点！赵磊不耐烦地拉扯，两个人最终坐上了这个木筏。赵磊用一块木板当桨，笨拙地在洪水里滑行。我放下手中的牛奶，兴致勃勃地看着监控。这木筏子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令人作呕的东西。林小云则紧紧抓着木筏，不敢说话。监控画面里，两人的身影消失。我无所谓的笑，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哪儿，要找到我，估计也得10几天吧。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这两个人比我想象中能干多了。末日降临的第20天，我和沈冰清还有苏曼在顶层观景台享受着日光浴。虽然是人造日光，但也让我们3个人舒适的长舒一口气。警报声划破宁静，系统界面突然红光闪烁，警告！检测到人类生命体靠近，距离200米。我挑眉，起身快步走向控制室。高清监控画面亮起，破烂的木筏正在波涛中艰难前行。赵磊和林小云浑身都湿透，两个人冻得嘴唇发紫，还在拼命地往我跟前划着。找来了！我轻哼一声，看来赵磊比我想象中聪明啊。他们显然被眼前巨大的游轮震撼到了。上去，你从那儿爬上去。你是他前妻，他肯定会念你的好的。赵磊和林小云用力拍打着游轮外面的合金架子，手掌拍得都红了。开门，陈晓，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船，快点把我们拉上去。我调出外部双向通讯系统，他俩的脸出现在显示屏上。陈晓，太好了，你还活着。林小云换上假惺惺的关心。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儿，快让我们进去吧，陈晓。旁边的赵磊也附和。对啊，看到我们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们吧，这鬼天气实在太可怕了。我微微一笑，端着刚刚煎好的牛排，走到船舱门外，拉开一条小缝。虽然距离他们不近，可是牛排的香气刚好能透过雨幕传递到两人身边。他们愣愣地看着我，我看到两个人喉咙滚动，疯狂咽口水。赵磊反应过来，我是在戏弄他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气得脸都发紫了。旁边的林小云还在做戏，眼泪说来就来。陈晓，我知道错了，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求你了，让我进去吧。我知道你有很多物资，你一个人也用不完啊，让我进去，我可以帮你。我放下刀叉，端起一旁的红酒，轻抿了一口，这才缓缓开口。你们俩是不是忘了，当时是谁说囤货的人很掉价？他们顿时语塞。我继续享用着手里的美食。当他们看到我吃完一盘牛排时，赵磊忍不住了。给我开门！他疯狂地踹着游轮的外壳。林小云也咒骂着。陈晓，你不得好死，等我们进去有你好看。我轻声一笑，关闭了大门，将他们叫骂声隔绝在外。看着他们无能狂怒的模样，我忍不住弯腰。这时候我应该去舒舒服服地泡一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睡一觉。等我醒来后，窗外的雨势似乎减弱了一些。我慵懒地坐起来，伸了个懒腰，刷牙，打开监控屏幕，门口空空如也。他们原来放弃了吗？我心情愉悦，走向电影院，准备选个私人影院。警报声再次划破平静。又来了！我不耐烦地皱眉。监控画面让我愣了一下。只见游轮前方聚集了10几个人，都站在各个简陋的木筏上。赵磊和林小云站在最前面，他们身后是一群面黄肌瘦的幸存者。大家快看！赵磊叫喊着，手指向游轮。这里面有吃有喝，还有电。他一个人霸占这么多资源，实在不合适吧？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一个妇女喊着：“求求你开门吧，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她怀里搂着一个男孩，看起来快比我高了。林小云也站出来，楚楚可怜说：“都是我的错，可能因为陈晓太小气了，总觉得我和别的男人有瓜葛，所以才要离婚。其实是他太小气，心里不平衡。要是我早就知道他这样，我绝对不会让他霸占这么多物资。”我听了可笑，真能胡说八道些。可外面的人可不管这些。一个壮汉挥舞着拳头：“小气的男人把我们拒之门外，见死不救，你还是人吗？”就是开门啊！其他人跟着附和：“凭什么你一个人享受？”赵磊煽风点火：“我们都要饿死了，他还在里面享受，这种自私的人就该淹死。”话音刚落，不少人拿着铁棍猛敲着游轮的大。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找来各种工具，疯狂地砸向游轮。我站在控制台前，
透过高清摄像头冷眼注视着他们。各位，我按下外部通讯键，声音通过扬声器传出来。你们继续使用暴力，邮轮的安保系统将会启动自毁程序。人群登时安静下来，我慢慢的说道：到时候整个仓库都会沉入海底，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瘦高的男人冷笑一声：吓唬谁呢？你当我们是吓大的呀？骗人！就是，一个妇女附和。看他那样，说不定里面根本没有多少东西，就是在硬撑。我微微一笑，打开双屏幕，从餐桌上端来刚煎好的鹅肝，上面还冒着热气，凑近摄像头，所有人都能透过船外的屏幕看到我眼前这个盘鹅肝。啊！我夸张的赞叹一声，鹅肝煎的恰到好处啊！门外鸦雀无声。随即我又拿出一杯冰淇淋，舀起一勺。饭后甜点也不能少，是吧？旁边的沈冰清看着我戏弄他们，也忍不住笑了。林小云看到沈冰清那张绝美的脸，再看到她享受着我带给她的优渥生活，林小云指着沈冰清骂道：陈晓，你出轨了，你早在外面有人了，你还不承认？原来你早把你的小情人送到游轮里了。沈冰清皱着眉头：你不过就是陈先生的前妻，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而且陈先生早就和你离婚了，就算我是他的情人，关你什么事？沈冰清红着脸怒声骂道。我愣了一下，没有想到沈冰清会这么说，我还以为他会避嫌，却不曾想他好像很享受成为我情人这件事儿。感受到我的眼神，沈冰清脸更红了，她咬了咬下唇对我说：这个女人太坏了，她怎么能这么说你？与此同时，那破木筏上已经有人开始怒吼：冲上去，把游轮给他砸破！不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怎么办？就这样，他们这群人僵持在暴雨中，进退两难。有些人撑不住了，走吧，在这耗着不是办法。各自划着木筏消失，只有赵磊和林小云还不死心，他们跪在游轮门前的平台上。陈晓，我知道错了。林小云的声音带着哭腔。看到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你救救我吧，陈晓，求你了。林小云哭的是梨花带雨。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和赵磊在一起，你原谅我好不好？我静静地看着监控里跪着的两个人，想起上辈子他们把我推出家门，我也是这么求他们的。手指划过控制台，我切断了外部通讯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我看到他们绝望的脸。2天后，警报再次响起。我走到控制台前，监控画面让我不禁挑眉，这次来的人更多了，20-30个挤在几艘简陋的木筏上，声势相当浩大。赵磊站在最前面，用力拍打着游轮大门。陈晓，看到没有？今天你要是不开门，我们不走。林小云在旁边帮腔。大家都是同胞，你这么冷血吗？人群顿时骚动起来，开始施压于我。就是这么大的游轮，分我们一点地方，怎么了？你一个人霸占这么多资源，良心不会痛吗？开门，否则我们就不走。我觉得幼稚，打开外部扬声器，刚想对回去，沈冰清走过来，凑到扬声器跟前。哼，那位大叔，你上次还说你老婆孩子快饿死了，你不是单身吗？这位大妈，你还说孩子没吃饭，你那孩子都多大了？还有你手里攥着饼干，从哪来的？还有你，赵磊、林小云，你们两个真好意思背叛陈晓，两人苟且还好意思来啊？被沈冰清点破的人顿时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我看了沈冰清一眼，没想到内敛的沈医生还有这一面啊。就在这场闹剧中，我的目光注意到人群最后方有一个女孩，看起来18、19岁，穿着一件宽大的雨衣，脸色苍白。自始至终，她一直站在最后面，甚至都没有抬头。她没有参与任何辱骂我的行动。哎，那个女孩，我通过扬声器直接问她：你想说什么？那女孩吓了一跳，没有想到我会问她。她怯生生地看向摄像头，眼睛很大，却灰蒙蒙的。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大家都说这里有吃的，我才跟着来的。可是这毕竟是你的游轮，逼你不对。人群顿时哗然，愤怒地瞪向她。我心里一软，还有这样的人保持这样的想法，实在难得呀。沈医生，你说咱们要是接纳一下这个女孩，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你的船，你说了算。我对着那个女孩说：你过来，到大门口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女孩迟疑地划着小木筏靠近。我迅速在系统操作界面找到访问权限管理，将她的面部信息录入白名单，成为白名单人员。系统开启入口通道。凭什么她能进去？林小云第一个反应过来，气得跳脚。就凭她长得比你好看。我看着她回答，林小云一脸破防地盯着我，大骂道：放屁！陈晓，你放屁！她哪里长得比我好看？我身材比她好多了，你忘了你痴迷我？我冷笑一声，对林小云说：我对破鞋没兴趣。游轮侧面小型舱门缓缓打开，刚好容一人通过。这女孩看着开启的门，又看了看身后的人群。沈冰清已经在门口迎接她，
对着她说：“快点进来。”就在女孩跨进舱门的瞬间，几个不死心的人试图冲进去，可惜一道无形的能量墙突然出现，将他们狠狠弹开，甩进水里。警告！被授权人员禁止入内。看到这个场景，众人彻底死心，骂骂咧咧的离开。舱门缓缓关闭，女孩站在干燥的舱内，不知所措的看着一切。欢迎来到海洋霸主号，先去洗个热水澡吧。由沈医生带着你，沈医生帮他找一件合适的衣服。我透过监控看到女孩无助的看着沈冰清，她轻声说：“谢谢你。”沈冰清摸了摸她的头发：“你不该谢我，而是应该谢谢船长。先去洗澡吧，我待会儿带着你去见他。”女孩洗了澡之后来到客厅，我看着她，问她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说：“我叫小朵。”行，小朵，你想吃点什么？小朵有些局促：“我不知道，我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沈冰清已经把煎好的牛排送过来，还给她熬了一碗小米粥。你刚上来胃不太好，先喝点小米粥垫垫肚子。小朵看着我，又看看沈冰清，站起身来，特意郑重的感谢我：“多谢你，船长。”不用那么客气。小朵在游轮上彻底安顿下来，每天我们3个人一起在餐厅用餐。小朵每次吃的都小心翼翼。哥哥，我以后可以叫你哥哥吗？她抬起头，脸颊微红。我点头，当然可以了。这小萝莉对我亲近了不少。每天都有新的幸存者靠近游轮，有的真诚求助，有的不怀好意。我和苏曼还有沈冰清商量后，决定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老人、孩子、妇女优先，有专业技能的人优先，没有携带武器、没有犯罪记录的人优先。3天时间内，我们接受了10多名幸存者，游轮一下子热闹起来。好消息是，新加入的人中有几个很有价值，有一名退休的老船长，熟悉海上航行，还有一名电工，能协助维护电力系统，还有几名护士补充了医疗力量。第4天早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早上7点，我正在吃早餐，电工王猛匆匆走了进来。船长发现了一艘救生艇，上面只有一个人，是个女的。她说要见你。见我？我皱眉。什么人啊？她说她叫沈梦瑶，是沈氏集团的千金，还说她认识你。王猛挠了挠头。沈梦瑶，我愣住了，这名字我有印象。大学时候她是校花，家境优渥，追求者无数。我是个普通学生，和她有过几次接触，但不熟悉。毕业后没再联系。听说她接手了家族企业，成了商界女强人。她怎么会来这儿？而且还专门来找我。你先把她带上来。我说。10分钟后，我在会客室见到了沈梦瑶。虽然身处末日，她浑身都湿透了，却依然难掩惊人的美貌。高档的白色连衣裙贴在身上，勾勒出完美的曲线，长发披散，水珠在精致的脸上滑落。赤着脚，脚踝上还有一串精致的水晶链子。陈晓，好久不见。她苦笑一声。沈梦瑶，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的游艇遇险了。她叹了口气。船员都死了，只有我逃了出来。我听说海上有一艘巨大的游轮，船长叫陈晓，我在想会不会是你，就拼命的靠近，没想到真是你。哦，是吗？我淡淡道。美丽的玫瑰都带刺，这白富美找我，我心生警惕。沈梦瑶看着我不为所动，她捏了捏拳头说道：“我知道哪些人可以拉拢，也知道哪里有大量的储备物资，我也知道你的敌人是谁。”这话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向他。我的敌人是谁啊？林小云和赵磊。沈梦瑶说。他们背后有一个叫黑龙会的组织，专门在末日里抢夺资源。赵磊是他们的外围成员。我心中一震，果然，这俩人这么长时间没来骚扰我，原来是找救兵了。我凭什么相信你？我问。沈梦瑶站起身。陈晓，我知道你不轻易相信人，可你想一想，如果我别有用心，为什么不带人强行登船，而是一个人冒险过来？他转过身看着我。我需要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你需要我的资源和情报，我们各取所需，这是最纯粹的交易了。我沉默片刻，他说的有点道理，而且沈梦瑶的能力很强，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确实不是个花瓶。我可以让你留下。我说。你要遵守规矩，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当然。沈梦瑶笑了。作为见面礼，我告诉你第一个情况：3天后，黑龙会会有一支船队经过这片海域，目标是南边的储藏粮库，我们提前行动，可以截胡。我眼睛一亮，储藏粮库，那可是大收获。消息可靠吗？100%可靠。沈梦瑶说。因为那个粮库原本就是我家的产业，我知道所有密码和安全系统的破解办法。好家伙，这个女人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欢迎你进来。她握着我的手，手掌心柔软。合作愉快哦，陈船长。沈梦瑶的加入让这个船越发的微妙。陈大哥，我不喜欢那个女人。一次私下里，小朵对我说。她看你的眼神很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啊？我好奇地问。就像看到猎物一样。小朵皱着眉头。而且她也太完美了吧，
完美的不真实。我笑了，摸了摸小朵的头。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小朵脸一红，低下头。我就是担心你。看着她害羞，我心里软软的。这女孩从见面开始的怯懦，到现在已经对我超乎寻常的忠诚和依赖。3天后，按照沈梦瑶的情报，我们提前来到了储备粮库所在的海域。这里原本是沿海的工业园区，现在已经被洪水淹没大半。粮库建在高地上，目前还有2层露出水面。就是那儿，地下还有3层冷库，储备着500吨粮食和罐头。防守情况？原本有10个保安，现在应该不在了。安全系统需要我的指纹和密码才能解除，否则会触发警报和自动防御。我点头，开始制定行动计划。电工王猛和老船长带队乘坐冲锋舟前往粮库，沈梦瑶负责解除安全系统，我和苏曼在船上指挥，小朵还有沈冰清留在控制室协助监控。1个小时后，冲锋舟抵达粮库，通过王猛头盔上的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情况。粮库里面一片狼藉，有人来过，大部分货架还完好，上面堆满了各种物资。安全没有发现活人，发现了几具尸体，死了有一段时间了。沈梦瑶解除安全系统后，众人开始快速的搬运物资。就在这时，雷达发出警报，警告！检测到多艘船只靠近，速度很快。我调出监控，心中一沉，5艘改装渔船正朝着我们疾驰。船头上站着一个熟悉的人，是赵磊。赵磊站在为首渔船船头，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朝我们的方向看。他身后站着10几个人，个个手持武器，气势汹汹。果然来了。沈梦瑶什么情况？情报没错，他们应该也是今天行动，但按理说不应该这么早到，除非有人泄露了消息。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快点搬运物资。才干了不到1/10，对方有5艘船，每艘船至少10人，硬拼我们肯定吃亏。我快速思考，对方人数占优，我们有游轮的优势，而且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继续搬，能搬多少是多少。启动1级警戒，小朵准备无人机。游轮的防御系统全面激活，船体表面的蓝光更加明亮。我站在甲板上，看到赵磊的船队越来越近。我眯着眼睛，启动追击模式，锁定目标。游轮缓缓转向，速度不快，但庞大的身躯带来了压迫感十足。射击，打他们的船尾。自动炮台再次开火，炮弹精准地落在渔船后方，逼迫他们不断转向逃窜。最后只有2艘渔船勉强逃脱，赵磊所在的船被击沉，他本人好像被同伙就走了。海面上漂浮着破碎的船体和落水者。结束战斗的当晚，我一个人独自来到了甲板。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城市也已经彻底消失在水下。我的游轮好像成了孤岛。睡不着吗？回头，我看到小朵走过来，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睡裙，赤着脚走到我身边。你怎么不穿鞋啊？忘了。陈大哥，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未来，这场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彻底停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在海上要生活多久。只要和你在一起，多久我都愿意。我愣了一下，看见月光下她的脸颊微红。小朵，你这么信任我啊？陈大哥，我当然相信你了。陈大哥，我喜欢你，不是感激你，是真的喜欢你。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小朵，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事儿，你没有时间和我谈情说爱。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等。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你这边。说完，他踮起脚，在我嘴上轻轻一吻，转身跑开了。我站在原地，摸了摸嘴唇，心中很复杂，我有些心神荡漾。回到生活区，经过苏曼房间，看到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苏曼的啜泣声。我脚步一顿，犹豫了一下，推开门，看到苏曼坐在床上，穿着丝质的吊带睡裙，她鼻尖和眼睛都是红的，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怎么了？陈晓，你做噩梦了？我就是觉得好不真实。我的店，我的家，我经营的一切都没了，认识的人可能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如果不是你，我心中一软，正准备替他擦眼泪，他却猛地扑到我怀里，胸口的那2团死死压住我的胸口。他的额头抵在我胸口，睡裙轻薄的面料下，我感觉到温热的身体很柔软。陈晓，他在我怀里闷闷地说，我好怕，怕这一切是梦，怕你突然不见，怕又把我撂下。我身体一僵，轻轻地扶着他的后背。不是梦，我在这儿呢。他在我怀里安静了一会儿，抬起头看向我。陈晓，他咬了咬唇，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救了我，也不是因为只能依靠你。从第一次开始见面，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我想靠近你。他一口气说完，脸颊绯红，呼吸急促，胸口微微荡漾。我有一些发懵，今晚是怎么了？接二连三地跟我告白。苏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她在等待我的反应。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看着她。苏曼确实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我不是圣人，面对这种活色生香的诱惑也很难抵挡住。
苏曼，我的声音有些低哑。你知道现在这种时候，我知道。他急切地打断我，几乎快把我扑到床上了。就是因为这种时候，我才不想犹豫。我要是再浪费时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陈晓要我，好不好？让我成为你的人，不只是船员。他的眼神热烈，手轻轻环上我的脖子，踮起脚尖，柔软的唇瓣印上我的嘴角。我脑子里的一根弦啪的断了，我轻哼一声，反客为主，猛地收紧他的手臂，将他牢牢地禁锢在怀中，深深地吻回去，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有些控制不住。苏曼轻哼一声，身体一僵，随即软了下来，羞涩地回应我。灯光照射在我们身上，我们俩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扔在了地上。他紧紧地缠绕着我，夜这么长，却难以盖住我们细碎的声响。第二天清晨，睁开眼就感觉到怀中的温香软玉。苏曼像一只慵懒的猫，蜷缩在我怀里，脸颊还带着红晕。我想到昨晚的事儿，干咳一声，他呢喃着，把我搂得更紧了。看着他的脸，想到昨晚的温存，我有些放松。这种感觉很不一样。我慢慢抽开手臂，他还没有醒，只是翻了个身。我看着他腰臀的曲线，不由得想到昨夜的感觉，心头一热。算了，我赶紧起身冲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物。刚走出生活区，就看到小朵好奇地盯着我。我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颇有种被人抓包的感觉。小朵才19岁，但成了我的小跟班。为了让她有点事干，别老盯着我，我让她负责种植区的管理。她每天都跟我汇报蔬菜区的产量，我们日子过得很安逸。整个邮轮几乎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群，而我作为社群的核心，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航行的第30天，我们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海域，天气难得好转了，甚至能看到厚厚的云层下面露出一道阳光。苏曼在那一夜之后多了几分女主人的从容和妩媚，处理船务更加得心应手。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眼波流转间尽是亲密和依赖。沈冰清似乎更沉默了，工作越发一丝不苟。每次看到我和苏曼举止亲密，他都一脸严肃。这天晚餐后，我们聚在休闲厅，苏曼端着他新研制的海洋风味果汁，沈冰清则是在检查近期大家的健康数据。小朵叽叽喳喳地说着，温室里的番茄又红了几颗。沈梦瑶坐在另一面整理着物资储备。船长，苏曼靠在我身边的沙发扶手上，指尖刮着我的手臂。陈晓，咱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儿？我顿了顿说道，我们去人更少的地方，比如南极，那边海域情况复杂，冰山浮冰多，但是人少，而且咱们的人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接纳其他幸存者，只需要维持邮轮上的生态系统。大家都很意外地盯着我。小朵最先反应过来，吐了吐舌头。太好了，我特别想去南极，在那里不能看到企鹅和北极熊啊。就知道玩。苏曼点了点小朵的头。小朵，你去南极不怕冷啊？小朵眨眼睛。苏姐别担心，陈大哥肯定会给我准备保暖内衣啦。沈冰清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如果要去南极，咱们就要检查一下抗寒药物和营养补充剂。还是沈医生想的周到。我笑着说，这么贤惠能干，以后都不知道你会便宜给哪个小子。沈冰清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嗔怪地瞪了我一眼，没有反驳。苏曼则在旁边轻笑，手指在我肩膀上画着圈。就在这时，刺耳的警报毫无征兆地再一次撕裂了平静。最高级别战斗警报，检测到大规模舰队信号，从西北、正北、东北3个方向合围，数量12艘，威胁等级高，全员进入1级战备状态。我起身，休闲厅内的轻松瞬间冻结。大家都准备起来，他们说不定就是黑龙会的人，弄这么大阵仗，上次给他们教训不够，这次一次解决干净，免得以后麻烦。来到作战室，我看着穿着干练作战服的苏曼，上前替她理了理衣领。挺漂亮啊。她脸一下子红了。陈晓，大家都在呢。沈梦瑶在旁边捂嘴笑，小朵则是哒哒哒地跑过来。陈大哥，雷达显示有12艘船正在朝我们驶来，速度很快。我看一下屏幕，12个光点呈扇形包围，阵型明显是训练有素的编队，看样子是黑龙会的标志。沈梦瑶看了一眼，但他们上次损失挺惨重的，这么快就又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战队吗？这艘，沈梦瑶指着最大的一艘船，黑鳄号远洋渔船，船主外号叫鳄爷，是沿海一带出了名的走私头子。赵磊居然能说动他出山，恐怕不是赵磊说动的吧？我冷笑一声，是物资说动的，他肯定把我们的情报卖给他了，画个大饼呗。王猛走进控制室，手里拿着望远镜。船长，对方船队进入可视范围，目测每艘船都有武装，黑鳄号甲板上有疑似重机枪的装备。胆子不小呀！我吹了声口哨，通知全船1级战备，让大家别紧张，就当是次海上实战演习吧。小朵用力点头，是，我这就去广播。等他跑出去，沈梦瑶才低声说：“陈晓，这次对方有备而来，
我们是不是要避其锋芒啊？朵，我挑眉。梦瑶，你觉得我的海洋霸主还会怕那几艘改装渔船吗？不是怕，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硬拼。没必要，错了。我打断他，黑龙会像蟑螂一样，踩不死就会一直冒出来，这次一定要彻底解决他们。苏曼点头同意。我支持陈晓，不过战术上要谨慎些，他们船多，我们慢慢分割他们。我按一下通讯键，全体注意，我是船长陈晓，准备。王猛，老船长带着大家就位。小朵，你和李工维持动力系统和防御系统，满功率运行。收到，明白。各岗位传来回应。看来这帮幸存者们也不是毫无用处，在我的船上是各司其职。我坐进船长室，手指在控制台上轻点。苏曼、梦瑶，你们留下协助指挥。小朵，你也回来吧，我需要你监控通讯。10分钟后，黑龙会船队进入了射程，通讯频道被强行接入，一个粗哑嚣张的声音传了出来：海洋霸主号，听得见吗？老子是恶爷，给你们3分钟时间关闭所有防御系统，乖乖投降，否则老子把你们这艘漂亮的大船打成筛子。我慢悠悠地喝了口水，按下通话键。恶爷是吧？久仰大名。不过你这条黑恶号，我记得3年前因为走私军火被海关扣过，怎么现在改行当海盗了？对面明显愣了一下，估计没想到我会这么了解他。少废话，3分钟，现在开始倒计时。别急啊，我笑了。恶爷，赵磊是不是告诉你，我们船上有吃不完的粮食，用不完的燃油，还有一船的美女？通讯那头传来几声猥琐的笑。他说的没错，我继续说，但有一点他没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我们用命守下来的，你觉得我们会轻易交出去吗？那就打，打就打。我语气转冷。不过恶爷，提醒你一句，上次你们黑龙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他们的坟头草不对，海面上连坟头都没有。说完，我直接切断通讯。全员准备，启动分割包围战术，全速前进，左舵15度。庞大的游轮开始转向，速度逐渐提升。黑龙会的船队显然没料到我们会主动出击，他们的阵型混乱了。现在我盯着屏幕，发射烟雾弹干扰他们视线，无人机群出动，目标小型船只的引擎。海面上烟雾弥漫，数十架无人机从游轮隐蔽的发射口飞出，扑向黑龙会的船队。爆炸声和惊呼声从通讯频道里隐约传来。命中3艘，敌船失去动力。恶爷的主船在试图绕后，注意右侧，4艘船包抄过来了。我冷静的指挥，右舷高压水炮准备，等他们进入射程就开火。主炮台锁定黑恶号，但先别打要害，我要抓活的。王猛不解，船长，抓活的干嘛？沈梦瑶替我回答了。恶爷这种老油条肯定知道不少秘密，而且赵磊和林小云一定在他船上。苏曼补充，还有我们需要知道黑龙会的老巢在哪里，这次要连根拔起。战斗持续了40分钟，在海洋霸主号压倒性的科技优势和火力面前，黑龙会的船队节节败退。12艘船中6艘被击沉或重创，3艘逃跑，剩下的包括黑恶号在内都被我们控制。王猛带队登上了黑恶号。5分钟后，通讯传来，船长，抓到恶爷了，还有赵磊和林小云也在，带他们过来。我说，另外找几个俘虏问出黑龙会老巢的位置。已经问出来了。王猛声音带着嫌恶，这帮软骨头一下就全招了，在北边50海里一个叫沙池岛的地方。很好，清理战场，1小时后向沙池岛进发。1小时后，黑恶号被我们的战斗小组控制，作为先导船带路。我和沈梦瑶、苏曼、小朵站在剑桥上，看着前方渐渐出现的岛屿轮廓。沙池岛不大，形状像鲨鱼的牙齿，故而得名。岛上建筑杂乱，大多是简易棚屋，中央有一栋相对坚固的3层楼房，应该就是黑龙会的总部。真是会选地方。沈梦瑶举着望远镜，这里易守难攻，周围暗礁多，大船进不来。可惜他们惹错了人。我淡淡说，游轮在离岛1海里的地方停下，放下几艘冲锋艇，我亲自带队登陆。王猛和12名战斗队员随行，沈梦瑶和苏曼也坚持要跟来。一个说要搜集物资情报，一个说要进行外交接触。小朵留在船上负责接应。冲锋艇靠岸时，岛上已经乱成一团。显然，逃回来的人已经把我们到来的消息传开了。放下武器，投降不上。王猛用扩音器喊道。一些外围成员扔下武器，举手投降。但总部门口还聚集着20多个死硬分子，拿着各种武器负隅顽抗。恶爷在他们手上。有人喊：放了我们老大！我让王猛把恶爷、赵磊、林小云3人带到前面。恶爷是个50多岁的壮汉，此刻被捆得结结实实，满脸不服。赵磊则低着头，不敢看我。林小云她变化很大，穿着暴露的裙子，妆容艳丽，但眼里的憔悴藏不住。看到我时，她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淡下去。恶爷，我开口，让你的人放下武器，我数到3。你敢动我，
我的人。1，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在吃奶。2，恶爷咬牙看向他那些手下。3，我抬手就是一枪打在恶爷脚边半米处。恶爷吓得腿一软，差点跪下。放，都放下！他终于吼出来。哐当哐当，武器扔了一地。我们顺利控制了总部。总部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不堪，1楼堆满了抢来的各种物资，杂乱无章。2楼是宿舍，散发着难闻的气味。3楼则是恶爷和几个头目的豪华房间。我在恶爷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几本账本记录着黑龙会的物资来源和分配，还有一张手绘的海图，标注着附近几个幸存者据点的位置。收获不小。苏曼翻看着账本，这些人抢了不少地方。沈梦瑶则在检查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些金银首饰，还有几把手枪和子弹。俗气，他评价道。我把恶爷、赵磊、林小云带到1楼大厅，其他黑龙会成员被集中在外面，由王猛的人看管。恶爷，我坐在搬来的椅子上，翘着腿。说说吧，赵磊是怎么说服你来找我麻烦的？恶爷瞪了赵磊一眼。他说，你船上物资堆成山，还有几十个漂亮女人，老子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我笑了。恶爷，你可是老江湖了，就凭赵磊几句话，你能出动全部家当？恶爷沉默。让我猜猜，我身体前倾。你是看中了我的船，对吧？有了那艘船，你就能称霸这片海域，做真正的海上皇帝。被说中心事，恶爷脸色难看。我转向赵磊。至于你，上次让你跑了，这次学聪明了，知道找靠山。可惜找的靠山不太靠谱。赵磊抬起头，眼中满是恨意。陈晓，你少得意。要不是你有那艘破船，破船？沈梦瑶走过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那艘破船刚刚把你和你找的靠山打成这样，怎么不服？赵磊痛得蜷缩起来。苏曼拉了沈梦瑶一下，示意他冷静。我看着眼前这3个人，突然觉得有点无趣。行了，我没时间跟你们耗。恶爷，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解散黑龙会，交出所有物资，我带你们上船，给你们一条活路；第二，我杀了你们，自己拿物资。我选一。聪明。那现在把你的人都叫进来，我要宣布一件事。5分钟后，所有黑龙会成员，大约80多人，聚集在总部前的空地上。我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些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人，他们中有些是真正的恶棍，但更多的可能只是末日中为了活下去而被迫作恶的普通人。听着，黑龙会今天起解散。下面一阵骚动。恶爷已经同意了。我继续说，现在愿意改过自新、遵守规矩的人可以继续留在这，我会安排几个人看守你们，给你们工作，给你们食物，给你们安全的住处。不愿意的可以走，但所有物资必须交出来。人群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他们早就受够了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但也有少数几个恶爷的死忠，眼神不善。我不服！一个8脸汉子站出来。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砰！枪声响起，8脸汉子应声倒地。再没人敢说话。很好，现在开始交接物资。王猛，你负责监督；孟瑶、苏曼，你们清点物资，有用的搬上船。是。物资搬运工作进行时，我把林小云单独带到一边，赵磊想跟来，被王猛按住了。海边的礁石上，只有我和他2个人。陈晓，林小云刚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没说话，看着他表演。都是赵磊逼我的，他说如果我不跟他，就杀了我，我是被迫的。他哭得梨花带雨。陈晓，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带我走吧，我什么都愿意做，洗衣、做饭、暖床。他说着，开始解衣服扣子。停！我抬手制止，他僵住。林小云，你不觉得恶心吗？我问。对，我是说你。他脸色煞白。第一次，你跪着求我原谅；第二次，你在赵磊身边骂我；现在，你又跪在我面前。你的人生里，除了依附男人，还有别的吗？我曾经爱过你，我坦诚地说，但现在，我只觉得你可悲。你知道吗？我船上现在有4个女人，每一个都比你强100倍。沈梦瑶聪明能干，苏曼果断坚韧，小朵单纯善良，沈冰清冰雪聪明，她们任何一个都比你有价值。林小云嘴唇颤抖，却说不出话。我不会杀你，我继续说，但也不会带你走，你自生自灭吧。不，你不能这样！他尖叫。陈晓，你不是人，你见死不救！我懒得再理他，转身要走，他却扑上来，从背后抱住。
求求你，哪怕让我当个丫鬟，当个女奴，我不想死。我掰开他的手，头也不回的离开。身后传来他歇斯底里的哭喊。回到总部前，沈梦瑶迎上来。处理完了。我点头。他呢？苏曼也走过来，让他自生自灭。我说。沈梦瑶看着远处礁石上瘫坐哭泣的林小云，突然说：“其实带他上船也不是不行，船上缺劳动力。”我看向他，我只是提议。沈梦瑶耸肩，毕竟看着他慢慢死，不如给他个痛快。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最终我摇摇头。有些人不配得到救赎。物资清点完毕时，已经是傍晚。黑龙会的储备确实不少，粮食、药品、燃料，甚至还有一批武器弹药，够我们用3个月了。而且岛上有些设备还能用，比如那台柴油发电机。搬上船，我下令，天黑前撤离。王蒙走过来，船长，恶爷怎么处理？还有赵磊。我想了想，恶爷这种老油条，留着他是个隐患，处理掉。明白。至于赵磊，我看了一眼被绑在柱子上的赵磊，打断一条腿，扔岛上，自生自灭。他不是喜欢当海盗吗？让他当个够。我们驶离沙池岛时，夕阳如血。我站在剑桥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岛屿和岛上那2个渺小的身影。林小云抱着膝盖坐在海边，赵磊拖着断腿艰难爬行。结束了。苏曼轻声说：“不。”我摇头。是新的开始。回到游轮后的第3天，我在会议室召集了所有核心成员。我有个提议。我看着在座的众人，沈梦瑶、苏曼、小朵、沈冰清、王猛，我们离开这里，去南极。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真的决定去南极？沈冰清最先反应过来。想好了吗？几个原因。我掰着手直数。第一，这里人太多了。虽然我们解决了黑龙会，但还会有别的势力冒出来。南极人少，清静。第二，气候。这场暴雨是全球性的，但南极可能受影响较小，至少那里有冰，有淡水。第三，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建立长期的生存基地。游轮很好，但它毕竟是船，不是家。沈梦瑶点头，有道理。而且南极有各国的科考站，可能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设备和资料。王猛有些担心，但那么远，我们的燃料够吗？计算过了。沈梦瑶调出数据，以现在的储备加上省着用，足够。而且途中可以寻找补给。苏曼问：“船上的人呢？他们会同意吗？”会同意的。我说：“因为我会告诉他们，这不是逃亡，是探索新家园。”会议结束后，我回到船长室，刚坐下，门就被敲响了。进来，3个女人一起走了进来。沈梦瑶、苏曼、小朵。我挑眉，这么整齐，有事？去南极的提议我们支持，但路上可能要好几个月，船上空间就这么大，某些关系是不是该明确一下？我装傻。什么关系？苏曼脸一红。陈晓，你别装。小朵小声说：“陈大哥，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心意，这段时间我们也想通了。末日之下，没必要拘泥于过去的规矩，只要你是真心的。”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3个女人，3种美丽，3种性格。我是真心的，对你们每一个人，但这不公平。公平是我们说了算。沈梦瑶走过来，坐到我腿上。我们3个商量过了，以后135归我，246归苏曼，周日归小朵。我差点被口水呛到。什么鬼？苏曼也走过来，从背后搂住我的脖子。不满意？那轮换。小朵脸红得快滴血，但还是鼓起勇气说：“我没意见。”我看着这3个女人，突然笑了。笑什么？笑我运气好。我抱住她，又伸手把苏曼和小朵也拉过来。末日之下，还能有你们相伴。那一晚，船长室的灯亮到很晚，当然，具体发生了什么就不细说了。总之，第2天我走出房间时，神清气爽。而3个女人虽然走路姿势都有点怪，但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红晕。沈冰清在医疗室门口遇到我，上下打量一番，突然说：“注意身体。”他难得的笑了，开玩笑的。不过船长悠着点儿。3天后，海洋霸主号正式启程，向南极进发。全船广播里，我的声音传遍每个角落。各位船员，各位同伴，今天我们不是逃亡，而是启程。启程去寻找新的家园，启程去探索这个被改变的世界。前路漫漫，但我们有最好的船，最忠诚的伙伴，最坚定的信念。暴雨终将过去，太阳终将升起，而人类文明将在我们手中延续。现在，目标南极，出发！汽笛长鸣，庞大的游轮缓缓转向，驶向远方的海平线。剑桥上，我站在中央，左边是沈梦瑶，她靠着我的肩膀，眼中满是期待；右边是苏曼，她握着我的手，十指相扣；前面是小朵儿，她回头对我嫣然一笑。沈冰清从后面走来，递给我一杯热咖啡。船长，保持清醒，路还长。我接过咖啡，看着前方无垠的大海，暴雨还在下，
但我们的船破浪前行，船上有我的爱人，我的伙伴，我的责任。海的那边是新的开始，人类的火种永不熄灭。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